我问你们话呢，比拼天赋，敢还是不敢？别磨磨唧唧的，像个娘们一样，敢不敢一句话？若是不敢，立刻道歉认错。楚风再度逼问道：道歉认错？我们为何要向你道歉认错？端木兄弟同时说道：为何？招亲大会乃宗主所立，规则要求凡是小辈年岁皆可参加，连是男是女，是长老还是弟子都没有约束。我楚风完全符合要求，你们报你们的名，我报我的名，本互不相干。可你们却非要来质疑我，连天赋比拼都不敢的人，质疑我楚风，你们也配？楚风连声追问，问得端木兄弟哑口无言，面露难堪。的确，今日之举，他们兄弟是不在理。此时，端木兄弟明显后悔了，本想凭借卧龙弟子的名头，凭借他们九品至尊的实力，想以势压人，挫楚风的锐气，却不曾想楚风是一块如此硬的石头，不仅未能伤到楚风，反而让他们骑虎难下。堂堂卧龙弟子竟陷入了两难之地，但他们毕竟是卧龙弟子，岂能甘心被一个新人弟子压制？想到这里，他们也是顾不得太多，废话真多，要比可以，但我只与你比武力。话罢，端木阳威压释放而出，这一次不仅仅是展现实力这么简单，他的威压直接向楚风扑杀而去。然而那威压刚刚释放而出，便又有一道威压出现，将端木阳的威压给打压了下去。这道威压来自台下，那是一名皮肤黝黑的壮硕男子，他容貌也是青年，长相很是平平，但却颇为憨厚，一脸的正气。看到这位，端木兄弟脸上泛蓝之色更浓。此人名为鲁龙，别看长相平平，可此人实力可是不弱，修为在1品5尊，如今113岁。鲁龙之前也是卧龙弟子，若不是年龄超出小辈范围，以他的修为，如今依旧可以在卧龙弟子之列。总之，这可是端木兄弟招惹不起的家伙。端木相、端木阳，我觉得这个楚风兄弟说的在理，你们两个无缘无故难为人家在先，以大欺小，以势压人，人家本来就有看不起你们的理由。而且楚风师弟也是提出了与你们比拼的理由，你们若是不服，可以应战，不敢应战也就算了，竟然还想直接动手，未免也太丢人了吧！你们丢的可不仅仅是你们的人，而是我卧龙武宗的人。不了解我卧龙武宗的师弟师妹们，还以为欺凌新人是我卧龙武宗的传统呢。鲁龙出手之后，还开口挖苦。鲁师兄所言极是，鲁师兄说的对，最主要是这鲁龙人品颇为不错。他这一开口，便有不少人响应。原本处于看热闹的人群之中，突然响起了讨伐端木兄弟的声音，这让身为卧龙弟子的端木兄弟觉得颜面无存，可偏偏又无可奈何，于是恶狠狠地看了楚风一眼后，便灰溜溜地走掉了。至于楚风，也是从高台上面走了下来。楚风径直走向那鲁龙，想向其道谢，而那鲁龙早知道楚风的意思，还不待楚风开口，便率先抱拳：在下鲁龙，虽非小辈，但也是卧龙武宗弟子，在下楚风，多谢鲁龙师兄相助。楚风也是说道：都是同门，何必客气？虽然表面这样说，可是鲁龙此话说出之后，却立刻又有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楚风师弟，你也不必谢我，其实是有人托付，我才会出手帮你。听到鲁龙暗中传音，楚风也是赶忙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问：不知道鲁龙兄所说是谁？楚风兄弟若信得过我，便你随我来一下。鲁龙说话间便离开了此处。见状，楚风也是与兔圆圆打过招呼之后，随着鲁龙离开了此地。离开此处之后，鲁龙便带着楚风进入了东龙院的领地。鲁龙师兄到底是何人所托？途中，楚风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可还记得李牧之？鲁龙笑着问道：记得，是他托你帮我。楚风当然记得李牧之，当日在龙氏族内，正是李牧之与其爷爷李凤仙将于婷带走的。而当日楚风还与李牧之有过交手，只是当时楚风修为太弱，武力比拼全然不是李牧之对手，所以他们比拼的乃是结界之术。那次对决倒是楚风胜了，当然也正是因为楚风胜了李牧之，李牧之与他爷爷才愿意帮于婷说好话的。说到底，楚风和李牧之不仅没交情，反而有些过节。就算谈不上敌人，但也绝对谈不上友人。他是没有想到李牧之会帮自己，帮你。楚风，你太天真了。忽然，那鲁龙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见状，楚风顿时心中一沉，暗叹不好，因为鲁龙不仅脸色阴沉，他身上那1品5尊的威压已然释放而出，如同牢笼一般，自四面八方将楚风封锁在了其中。楚风，你若不想死，立刻跪地认错，否则后果自负。鲁龙恶狠狠地对楚风说道：跪地认错？我楚风何错之有？楚风凝声问道：你在李师弟爷爷面前胜了李师弟，让他颜面无存，这就是大错。鲁龙说道：大错吗？楚风想了想，倒也是，李牧之那种人应该很爱面子，想得到家人的认可，而楚风的确是在其爷爷面前将其击败的。说起来，的确是让李牧之丢了面子。若是对于其他人而言，一场切磋可能是小事，但是对于李牧之这种人而言，一场失败便的确称得上是大事。所以你今日并非真心帮我，只是想将我引到此处，再替那李牧之教训我。楚风问道：既然你都清楚，又何必多此疑问？楚风，你别以为你天赋不错，有北玄院为你撑腰，我就不敢动你。我今日在此动了你，没人能为你作证。北玄院也是奈何不得我，立刻跪下认错，免得遭受皮肉之苦。鲁龙说道。只是听闻此话，楚风却是冷然一笑，随后便说了6个字：别废话，出手吧。只是楚风说这话的时候，却也恶狠狠地看了鲁龙一眼，那眼神比鲁龙还要凶狠数倍。楚风知道鲁龙会教训自己，但绝对不敢杀了自己。今日自己失算，看走了眼，错信了这个鲁龙，将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乃是活该。但只要楚风不死，今日之辱亦会加倍奉还。可看着楚风那坚定的模样，鲁龙却忽然笑了起来。不错不错，果然是条汉子。
与旁人不同，鲁龙笑眯眯地看着楚风，那种神态哪里还有敌意，分明尽是欣赏。而他那束缚住楚风的威压也都收了回去。你这是？楚风反应很快，他已然意识到鲁龙刚刚似乎并不是真的要对他动手，更像是试探。楚风师弟，见谅了，我并无恶意，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与那些人一样，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难怪李师弟那种人对你都如此欣赏，你还真是与众不同啊。听到鲁龙这番话后，楚风已经确定这鲁龙刚刚只是想试探自己，自己没有看走眼，这鲁龙并非歹毒之人。鲁师兄，这样说来，真是李牧知叫你来的？楚风问道。的确是李师弟托我找你的，其实李师弟本想亲自来找你的，只他事事脱不开身，才叫我去找你。鲁龙说道。不知他在忙何事，若是见我不方便，改日我再去拜访也可。楚风问道。方便的，都走到这了，你就随我去吧。鲁龙说道。他似乎很希望楚风与他同去，那有劳鲁师兄。至于楚风，他也很想见一见李牧之，当然楚风更想从李牧之口中得知于婷的情况。若是能够确定于婷安然无恙，那楚风心中一块大石头便也落地了。在鲁龙的引路下，楚风来到了东龙院一座府邸之外。这府邸可不太寻常，单单是府邸的大门便精雕细琢，高达1000米，而大门两边的墙壁竟比门还高，高达万米，一眼望去乃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并且墙壁之中还有结界之力。府邸的大门上面悬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匾，牌匾上只有2个字：李府。此等门墙，气势十足。楚风站在大门前，显得十分渺小，说是蚂蚁也不为过。而在大门前还有足足10人，分别并列2排，如同侍卫一般把守于此。若是弟子倒也罢了，这10人皆是东龙院的长老，虽然没有释放气息，可看他们的模样，也让人觉得他们个个都非寻常角色。这让楚风不由感叹，李牧之的身份也太过强横了，拥有如此府邸倒也罢了，居然能让东龙院长老为他看家护院，难道这就是卧龙弟子的待遇？而穿过大门，浮现在眼前的并非青砖红墙和宏伟建筑，反而是绿意盎然的山川湖泊，一眼望去无边无际，根本看不到尽头。如此辽阔的面积，这哪里是一座府邸？说它是一个小型国度也不为过。楚风师弟，到了这里可别乱说话。不仅仅李牧之师弟在这里居住，李凤仙大人也在这里居住。进入此处后，鲁龙对楚风提醒道，这让楚风知道，这李府不仅仅是李牧之的府邸，应该是李家众人的府邸。难怪会有如此辽阔的领土面积，别人都不说，只是说李凤仙大人乃是卧龙长老之一，这种身份的人的确有资格享受这样特殊的待遇。虽然进入李家领地，但是一路深入，却依旧很少见到恢宏的建筑。除了圈地的结界墙壁外，一路走来看到的都是较为原始的自然风光。这里不仅鸟语花香，野生动物更是有着不少，就连妖兽和凶兽都有着许多。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圈，而很快他们便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进入了一片海洋。只是这片海洋却并不简单，由于异象遮天，根本没有夕阳与落日，可是那海水却是金色，原来是海水深处有金光涌现，是从内部将这海水映射成了金色。阵法深入海洋之后，楚风的目光则是变得认真起来。其实还未靠近时，楚风已然发现那片海洋内充斥特殊力量，而越是深入，楚风越是能够确定这海洋之中蕴藏结界之力，并非是有阵法从而释放了结界之力，而是结界之力就蕴藏在海洋之中。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本身就是一座大阵，如此磅礴的大阵又蕴藏深不可测的结界之力，让楚风十分赞叹。楚风兄弟，你能看得出来此处蕴藏阵法？那你可能看得出此处阵法是否厉害？鲁龙对楚风问道。此处阵法深不可测，我无法判断。鲁师兄，你可知此处阵法是何人的手笔？楚风问道。嘿，当然是我卧龙武宗的开宗祖师。鲁龙说道。开宗祖师嘛，怪不得。对于开宗祖师的手段，楚风已是见过，那是一个极为利奥德的存在。若说此处阵法是开宗祖师布置，那楚风也就不奇怪了。鲁师兄，你可知此处是一座什么样的阵法？楚风问道。这是一座辅助结界阵。鲁龙说道。辅助结界阵当真？楚风十分意外。自然是真的，你放心，我可不会再骗你了。鲁龙十分确定地说道。听闻此话，楚风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身为界灵师，楚风岂会不知辅助结界阵为何物、结界宝物以及特殊场地或特殊的天地领悟都具有增强结界阵法的功效，而辅助结界阵就是一种可以让结界师布置阵法更容易的阵法。不过辅助结界阵往往力量较弱，就如其名字一般，只是辅助作用，也正因如此才被称为辅助结界阵。而此处的阵法阵身乃是无边之海洋，阵力也如海洋一般深不见底，这样的强横辅助结界阵，楚风从未见过。李牧之他们是在这里？楚风问道。外面传闻他在闭关，其实他早就出关了，他抽不开身，正是一直在此布阵。对了，他其实叫我去找你，也是有事想找你帮忙的。鲁龙说道。是与他布置的阵法有关吗？楚风问道。楚风师弟真是聪明人，他此次布阵乃是炼制宝物，此宝物乃是为2日后的凶兽御界准备的，只是眼看凶兽御界就要开启，此宝物还没有炼成。李师弟也是很急，不然也不会托我去找你了。鲁龙说道。凶兽御界那是修炼的地方吗？楚风问道。凶兽御界是卧龙弟子与真传弟子修炼的地方，每年开启一次。简单的说，进入其中对弟子们而言其实一场狩猎，因为凶兽御界内的凶兽比较特殊，他们的骨髓之中不仅蕴藏天地能量，一些凶兽的骨头上面还刻画着修武之道，只要将他们猎杀，便可以用来修炼参悟。当然凶兽的强弱也决定着可得到收获的不同，而李师弟他现在所炼制的宝物乃是用凶兽御界内一种名为复魂妖草的植物
所炼制的宝物附魂妖草有迷幻凶兽的作用，若是能够将它炼制成宝物，便可操控强大的凶兽，让凶兽为他们所用。那样一来，在凶兽域界可得到的好处自然也就更多。不过有一点，凶兽域界是只有小辈可以进入的地方，老一辈炼制的宝物皆是无法发挥功效，所以炼制这件宝物也只能由小辈来。鲁龙对楚风讲述道。现如今，楚风对卧龙武宗也是有了一些了解。所谓真传弟子，其实也是指小辈弟子中较为优秀的一些弟子。真传弟子不仅需要通过考核，还需要挑战其他真传弟子，唯有战胜挑战目标，才能获得这个身份。而被击败的真传弟子将失去真传弟子这个身份。如果说卧龙弟子是卧龙武宗最强弟子的称号，那么真传弟子便是仅次于卧龙弟子的称号。整个卧龙武宗的小辈之中，只有100名真传弟子。目前整个北玄院的小辈中，还没有一个人拥有真传弟子的称号。从这便可以看出，真传弟子的称号多么难以获得，而真传弟子的实力自然也都不容小觑。赶路的途中，楚风二人一直有所交谈，让楚风得知，在卧龙武宗内总共有着6座辅助结界阵，是开宗祖师所布置。其中1座辅助结界阵是所有弟子与长老共享的，但那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较弱。至于其他4座辅助结界阵，分别是东龙院1座、西虎院1座、南阙院1座、北玄院也有1座。但这4院的辅助结界阵都已经被划入私人府邸之中，被个人占有。至于最后1座辅助结界阵，乃在宗主大人的府邸之中，而宗主大人的那座辅助结界阵也是6座阵法中最强的。这样来看，李凤仙大人哪怕在卧龙长老之中，也是颇具分量。楚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东龙院内也只有1座辅助结界阵，但东龙院却不止李凤仙一位卧龙长老，可偏偏这样重要的府邸却归李凤仙所有，这必然是有所缘由。李凤仙大人的实力自然不用多说，他乃是我卧龙武宗最强长老之一。不过能够得到这个府邸，实际上是李凤仙运气好。这个府邸是有很多大人惦记着的，但若用武力争夺，又难免伤和气。于是后来诸位大人们便用了抽签的方式，刚好就被李凤仙大人抽选到了。鲁龙说这件事的时候，不由得笑了笑，似是在感慨这件事的戏剧性。竟是这样，那李凤仙大人的确运气极佳。楚风也是笑了笑，他之前是没有想到卧龙武宗这种地方居然会用抽签这种和谐的方式来决定一件如此重要的事。越是深入，对这辅助结界阵就越是感兴趣。楚风发现辅助结界阵内蕴藏的结界之力的确辅助性极强，并且越是了解这座阵法，那么从这座阵法里所得到的帮助也就越多。于是楚风在想，若是自己在这里布置一座能够增强自己领悟力的阵法，也许自己的领悟力真的会增强不少，搞不好会对自己破解卧龙魂甲有所帮助。而在楚风一路交谈一路观察之下，也终于是来到了李牧之等人所在的地方。之所以说是等人，乃是除了李牧之之外，还有3男2女。而根据鲁龙的介绍，楚风对这3男2女也是有了一些了解。他们不仅是真传弟子，并且与李牧之一样，都是龙变3众的戒灵师。他们所布置的阵法就在海平面之上，这阵法极为磅礴，看得出来他们准备了许久。而眼下他们几人正在全力催动阵法炼制宝物，因为催动阵法太过专注，他们皆是满头大汗，并没有注意到楚风与鲁龙的到来。至于楚风倒也没有闲着，目光一直在他们所布置的阵法之中扫动着。半个时辰之后，李牧之等人因体力不支，便停止催动阵法。停止之后，便立刻服用恢复结界之力的丹药。看得出来，他们只是打算短暂休息，便继续催动阵法。而休息的间隙，自然也是注意到了不远处的楚风和鲁龙。楚风，真的是你啊！李牧之看到楚风，很是意外。显然，他得知楚风之事，也并不确定这个新人就是他所认识的楚风，不然也不会如此大惊小怪。李兄，多谢你让鲁师兄帮我。楚风赶忙上前说道：“今日若不是鲁龙出手，楚风可能真的是要倒霉的。帮你什么？”李牧之则是一脸茫然，不由得看向了鲁龙。李师弟，是这样的。见状，鲁龙赶忙解释起来。一番解释之后，不仅李牧之得知具体经过，楚风也是得知了具体经过。原来李牧之只是听闻楚风之事，便让鲁龙将楚风请过来。他是想看看楚风到底是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位，若是的话，便可以让楚风帮忙；若不是，结识一下也不是坏事。鲁龙前往北玄院去找楚风，得知楚风去紫菱招亲大会的地点，便过去寻楚风，这才发生了后来鲁龙帮助楚风的事情。宗主大人给紫菱师妹招亲，此事属实。而得知经过之后，在场之人却根本不在意鲁龙是如何帮了楚风，他们在意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紫菱招亲之事是否属实。毕竟他们一直专心炼制宝物，对于外界之事并不了解，但紫菱招亲之事在他们眼中也是一件大事。当然属实，鲁龙说道。宗主大人这样做到底有何用意？该不会是要撮合紫菱和左丘幽雨吧？李牧之若有所思地说着，而其他几位的反应似乎也在这样想。这也不怪他们，毕竟小辈弟子之中就属左丘幽雨最强。若非要说可能的话，左丘幽雨的确是最有机会成为紫菱未来夫婿的人。这可未必，你们可别忘了，宗主大人此次回来可是带回来一位可以直接名列卧龙之首的弟子。若非要说撮合此人，似乎更为合理。鲁龙说道。鲁师兄，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搞不好真的就是这样。我真是好奇，宗主大人带回来的到底是何方神圣，竟能让宗主大人如此的重视？对于鲁龙的话，李牧之等人也是连连点头。楚风师弟也报名了。可忽然，其中一名脸上带有麻雀斑的男子看向了楚风。之前鲁龙与楚风介绍过他们，所以楚风知道此人叫做徐朗之。这徐朗之修为在8品至尊境，结界之术在龙变3重，虽然不是卧龙弟子，可在真传弟子之中
乃是实力最强横的几位弟子之一。是，楚风应道。可是楚风应下后，那徐朗之竟扑哧一笑，笑的时候还特意看了其他几位一眼。紧接着，在场几人除了李牧之和鲁龙外，竟都笑了。而如果说徐朗之的笑还有所隐晦，那么其他几人的笑就是毫不掩饰，那是嘲笑，可能是在笑人无知，也可能是笑人不自量力。但可以确定一点，他们嘲笑的人乃是楚风。你们笑什么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何况楚风师弟也有参加的资格。李牧之察觉气氛不对，以玩笑的语气说道。而李牧之的话的确是有些分量的，哪怕他是玩笑的语气，可当他开口后，那几位也是立刻收起了笑容，不敢再嘲笑楚风。楚风兄弟，鲁师兄有没有跟你说我们在做什么？李牧之对楚风问道。鲁师兄已经跟我说了，你们的阵法我也看过了。李师兄，你们之所以迟迟无法炼制成功，乃是因为阵法缘故，你们阵法太过保守了，把第二重这座阵法解除，便可以炼制成功。楚风指着那座大阵说道。李牧之这座大阵是由2重阵法组成，第一重阵法便是炼制宝物的炼制阵法，但在炼制阵法之外，还有第2重阵法，这第2重阵法起到了炼制阵法与辅助结界阵衔接的作用。而楚风觉得李牧之他们迟迟无法成功的阻碍，正是这第2重阵法。你开什么玩笑？你可知道这第2重阵法有何作用？徐朗之满是质疑的看向楚风。我若没有看错，第2重这座阵法是为了更好的借助辅助结界阵的力量。楚风说道。你只说对了一半，我告诉你，第2重这座阵法不仅仅是为了借助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它的存在也是为了减缓辅助结界阵的力量。此处的辅助结界阵乃是开宗祖师所布，阵法力量之强，远非寻常辅助结界阵可以相比。想要借助这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就必须在阵法之外再布置一座能够减缓辅助结界阵力量的阵法，否则此处的辅助结界阵不仅无法起到助力的作用，反而会使得阵法本身超出掌控，酿成大祸。徐朗之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斥着鄙夷，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乡巴佬一样。可面对这样的徐朗之，楚风只是淡淡一笑。你说的我知道，你知道，你既然知道，还敢提出将第2重这座阵法解除的建议，你难道是想害死我们吗？徐朗之对楚风问道。徐师兄，楚风师弟也是有本事的人，不然我也不会请他过来了。我们还是详细的听一下楚风师弟的想法。李牧之对徐朗之的说道。这话虽然没有问题，可是他的语气却是有些不悦，任谁都看得出来李牧之是有些不高兴了。李师弟，我并无针对楚风的意思，只是你也知道，见李牧之有些不悦，那徐朗之赶忙解释，但他话还未说完，李牧之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行了，我们还是先听楚风兄弟的想法吧。话罢，李牧之便看向楚风。楚风师弟，你能再说说你的想法吗？相比于对徐朗之的严肃，李牧之对楚风说话时竟又变得和善了起来。刚刚这位徐师兄也说了，此处这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太过强大，若是不在炼制阵法之外布下这座能够减缓辅助结界阵力量的阵法，那么辅助结界阵提供的阵法力量将会难以掌控。但炼制这件宝物其实需要时间，你们全力催动阵法就是想要加快时间，可依我来看，这样下去时间是来不及的，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辅助结界阵的帮助。你们将第2重这座阵法解除，再在炼制阵法上开辟一座新的阵眼，我来帮你们掌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心催动炼制阵法去炼制这件宝物。楚风说道。楚风师弟，你是认真的吗？这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可非同小可，你要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掌控它。听闻楚风的话后，李牧之也是有些怀疑。李师兄，这件事交给我吧，若是失败，我愿接受惩罚，但若是能够成功，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楚风说道。什么要求？你说便是。李牧之说道。我想借助这辅助结界阵修炼一下，不会耽搁太久，几个时辰就可以了。楚风说道。这当然没问题，就算你不帮我，你想在此炼制阵法也行啊。李牧之很是爽快地说道。他比之当初在龙氏的时候对楚风的态度可谓好了不少，没有了那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架子，反而十分友善。若不是这李牧之刚刚对那徐朗之时依旧有强硬之姿，楚风甚至怀疑这个李牧之与他之前认识的不是一个人。只是楚风师弟，此事关系重大，你要不要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李牧之再度说道。显然他对楚风的方法也是有些质疑的。李师兄，在这座炼制阵法上面再开辟一座阵眼，让我获得阵法掌控权，从而操控辅助结界阵涌入力量。至于你们，只要正常催动炼制阵即可，若是不能成功，我楚风任由你处置。楚风说道。这个李牧之没有应下，他明显也不愿意接受楚风的提议。哼，任由我们处置。你知道为了炼制此物，我们耗费了多少心血，若是真的因你而失败，就算你的小命也抵不了损失。见李牧之没有答应楚风，徐朗之则是再度开口。看来徐师兄是觉得我必然会失败了。楚风看向徐朗之，你当然会失败，想凭借一己之力掌控此处这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你以为你是谁啊？别说是你，就算是夏言师妹也不敢说这种话。徐朗之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可敢与我打赌，若是按照我说的方法炼制还会失败，我的命交给你处置，可若是按照我说的炼制成功的话，你就把你的命交给我处置，敢否？楚风凝声问道。徐朗之显然有些慌了，他显然没料想到楚风敢如此顶撞他，更没料想到楚风会提出这样的对赌命，他自然不敢，哪怕他坚信楚风做不到，可是他也不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既然不敢，就少废话，我来这里是看在李师兄的面子上，而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提出可以帮助李师兄的方法，李师兄用或不用都由李师兄来决定，跟你并没有半点关系。你一直唧唧歪歪什么，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你若真的有本事，
能够将这宝物炼制成功，李师兄也就不必找我来帮忙了。楚风对那徐朗之说道：“你好大的口气，你了解我吗？你就敢看不起我？来，我要与你比拼结界之术，若是你能胜我，我就让你解除那第二重的阵法，让你来掌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徐朗之说道：“可以，但若是我赢了，你的命就归我处置。”楚风说道：“你……”徐朗之哑口无言，脸色都开始变得铁青，差点没憋出那伤来，因为他不敢答应。命，就知道赌命，与徐师兄赌命，你配吗？眼见徐朗之说不过楚风，其他几位则是赶忙开口帮忙。其实他们之所以敢针对楚风，乃是因为李牧之对于楚风的建议也是不愿接受，这让他们觉得李牧之其实也很是不惜楚风了。之所以没有直接拒绝，只是碍于是他将楚风请来的，所以给楚风留了一些面子罢了。这个时候，他们若是开口训斥楚风，可能正得李牧之的心意。且对于他们的斥责，李牧之并没有说什么，这更是让他们觉得他们对楚风的针对乃是正确的选择。你们过分了，楚风师弟可是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记录的人，有什么是他不配的？他若不配，难道你们配吗？你们可有打破过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就算修为比楚风师弟强，也只所以因为你们进入宗门久。你们敢说10几年甚至几年之后，你们的修为不会被楚风师弟超越？可在李牧之沉默之际，鲁龙却是忽然开口了。他与楚风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但鲁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就看不得这些真传弟子这种仗着自己修为强于他人，便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模样。鲁师兄，我不是故意刁难着楚风，只是此次炼制，我们已是耗尽不少心血，若是因他而功亏一篑，实在不值。那些弟子解释道：“李师弟，你怎么看？”鲁龙看向李牧之，好了，大家来到这里帮我李牧之，便都是我李牧之的朋友，所以不要吵。我知道这些日子大家都辛苦了，可是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样下去根本无法在凶兽域界开启之前炼制成功。与其看不到结果的坚持，还不如勇敢尝试。我决定了，就按照楚风师弟说的来试一次，无论成功与否，我都认了。若是有谁不愿意与楚风师弟合作，现在可以退出，我李牧之绝不勉强。李牧之对徐朗之等人说道：“李师弟，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我们并非不愿意与楚风师弟合作，只是不想你失败，毕竟你为此次炼制付出了那么多。不过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自然听你的。”徐朗之的赶忙说道：“徐师兄说的极是，我们也是以李师弟为首是瞻。至于其他几位，也是赶忙点头。既然大家都答应了，那我希望接下来大家全力以赴。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若是按照楚风师弟要求却炼制成功，那么你们几个都需向楚风师弟道歉。”李牧之说道。听闻此话，徐朗之等人皆是脸上泛难，但还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他们并不敢违背李牧之的意愿。随后，李牧之等人便联手将第二重缓冲阵法解除，也在第一重炼制大阵上再开辟出一座阵眼。有楚风镇守，准备好一切之后，他们便再度催动炼制阵法。只是这一次不同的是，有楚风的加入，这一次是按照楚风说的方法来炼制的，并且楚风保证过他的这个方法绝对可行。但是过了1个时辰之后，也未能炼制成功。李牧之等人便坚持不住，开始休息。紧接着又尝试了第2次，又是1个时辰，但是这一次依旧未能成功。楚风师弟，你不是说按照你说的就能成功吗？怎么都全力催动2次，还未能成功？果然，徐朗之还是讽刺的开口了，他不可能放过楚风。至于其他几位，虽然没有开口，但也是幸灾乐祸的看着楚风，他们就是想看楚风下不来台的模样，就是想看楚风出糗。可是令他们意外的是，楚风竟没有一丝尴尬和难堪，相反还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这就让他们更是不爽。楚风师弟，之前可是你说的，只要按照你说的做，就一定能够炼制成功。现在我们已经尝试2次了，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总该给一个解释吧？见状，另外一名女弟子也是忍不住对楚风质问起来。楚风师弟能够掌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已是非常不简单。他开始无法适应炼制过程，也是正常。大家先别急，我们多尝试几次，说不定能行。李牧之开口为楚风解围，只是那徐朗之这一次居然连李牧之的面子都不给，继续说道：“李师弟，刚才的军令状是楚风他自己立下的，第1次失败，我也没有说什么，我给他第2次机会，可再一再二，不能再3再4，连续失败2次，已经证明他的方法行不通，继续下去必然也是没有结果。第2重阵法，我们耗费那么大精力才布置而成，就因为这楚风说解除就解除了，现在若要重新布置，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了，必须让这楚风给个交代。”听到徐朗之这样说，李牧之也是有些为难。这里的确是他说的算，但炼制到今日，也的确不只是他一个人有所付出，大家都付出了不少。但李牧之还是为楚风解围道：“楚风师弟刚刚加入我们，无法适应很是正常，这么多日我们都坚持了，再多试几次有何不可？”可就在此时，楚风却是突然开口：“李师兄，这阵法我早已适应，未能炼制成功，责任并不在我，不在你，不在你，难道在我们？”徐朗之的冷笑道：“就是不在你，难道还在我们不成？是我们提议将那第2重阵法解除的吗？真是可笑，我就知道他不可信。果不其然，如我所料，他的方法行不通，就开始推卸责任了，真是一个小人。”见楚风竟不认错，那些人再度与徐朗之一同斥责楚风，并且无论是言辞还是态度，都是越发激烈。而偏偏面对这种局面，无论是李牧之还是鲁龙，都不好再帮楚风说话。毕竟之前保证过的人的确正是楚风，只是哪怕徐朗之几人的斥责，已是让李牧之和鲁龙都不好为楚风辩护，但楚风却依旧风轻云淡，那个模样就宛如众人斥责之人不是他，此事与他无关一样。这样的楚风让徐朗之等人更加的气愤。楚风，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徐朗之的再度逼问道：“那个架势，
楚风若不给一个解释，他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楚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可以再一再二，但不能再三再四。机会给过你了，你不珍惜，就别怪我。楚风对徐朗之说道。听到楚风此话，所有人都是有些意外，李牧之更是直接询问楚风师弟，你这是何意？李师兄，让徐朗之退出，把他的炼制阵眼也交给我，我保证可以炼制成功。楚风说道。楚风，你什么意思？徐朗之面露不爽，大声质问道。我什么意思你很清楚，我不想与你废话。楚风此话说完，便看向李牧之，李师兄，若是接下来还无法成功，我楚风由你处置。楚风师弟，你当真？李牧之眉头微皱，他已经明白了楚风的意思，当真？楚风很是确定的说道。好，那就依你。徐师兄，你先退出。李牧之看向徐朗之，李师弟，我们相识多年，难道你相信他，不相信我？徐朗之的一脸委屈。徐师兄，楚风师弟都这样说了，我能如何？这样吧，就一次，若是这次不行，楚风师弟就由你处置。李牧之对徐朗之的说完后，又看向楚风，楚风师弟，你看如何？我没问题。楚风摊了摊手，一副无所谓的模样。至于徐朗之若有所思，在思考着什么，但最终他的眼中也涌现出一抹决意。好，看在李师弟的面子上，我就应你。但是楚风，丑话说在前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你若还是不行，你就别想站着走出去。徐朗之的先是恶狠狠地看了楚风一眼后，这才走出阵眼。而对于徐朗之的威胁，楚风并未理会，只是淡淡一笑。随后楚风便亲自出手，释放出结界之力，将徐朗之所用的阵眼与自己的阵眼相融。只是楚风这一出手，包括李牧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楚风之前只是掌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他们感受不到楚风的结界之力，但是这一次则是不同。楚风这一次施展了全力，不仅磅礴的结界之力肉眼可见，就连结界之力的战力也是显现而出。而正是那结界之力的战力，才让众人如此吃惊。那是凌驾于他们所有人之上的结界之力，那是堪比8品至尊的结界之力。楚风师弟，你已是龙变4重。李牧之忍不住询问道。我与你们一样，也是龙变3重。楚风说道。不可能，你这结界之力的气息明明就是龙变4重。李牧之一脸的不相信。至于楚风，则是淡淡一笑，并未过多解释。楚风的确是龙变3重，他能拥有堪比8品至尊的力量，乃是因为他的结界血脉以及9龙圣袍的力量。但李牧之等人不信，楚风觉得也没有解释的必要。通过至宝和血脉让结界之力提升2重战力，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接受的。而在楚风施展全力之下，没过多久，那本是徐朗之负责的阵眼便与楚风的阵眼相融。李师兄，你们结界之力恢复之后，我们就开始炼制。楚风对李牧之说道。好。李牧之也是点了点头，而后又等了片刻，待李牧之等人休息完毕，便再度开始炼制。大阵之内摆放着诸多材料，之前这些材料根本无法交融，可是这一次那些材料开始相融，最终以复魂妖草的药力为基础，炼制出了2枚戒指、2个手镯以及2条项链。成了，居然真的成了。炼制之后，李牧之仔细检查一番，发现药力与器物已是完美融合，他们要打造的至宝真的成了。怎么这次真的就成了？至于其他几位也是又惊又喜，但同时更多的却是不解，因为这成功的太过突然，完全不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但不管怎么说，只要炼制成功，他们就是高兴的。不过在场之中却有一个人除外，此人此时没有喜，只有惊。此人便是徐朗之。徐朗之，你要作何解释？忽然李牧之满眼怒意地看向了徐朗之。徐朗之退出之后，炼制就立刻成功。很显然这问题就出在了徐朗之的身上。李师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楚风，一定是这楚风，是他故意搞我。徐朗之指着楚风说道。是我故意搞你，还是你故意搞我？此阵每个阵眼的力量都极为重要，某一个人在努力也是不行，唯有大家全力以赴才可炼制成功。可你刚刚只是装作全力以赴，实际上根本没有出力。李师兄，你可以查探一下他的结界之力，我若没有猜错，他此时的结界之力应该异常充沛，因为他刚刚根本没有运用全力，结界之力本就充足，且又装模作用的服用了恢复结界之力的丹药，他的结界之力应该已经充沛到快对他造成损伤了。我若没有猜错，他此时正在体内布置阵法来消耗他的结界之力。楚风说道。楚风话音刚落，李牧之便身形一闪，来到徐朗之身前，一把抓住了徐朗之的手腕。他正在观察徐朗之的结界之力，而越是观察，李牧之的脸色便越是难看。最终李牧之猛然一拳直接砸在了徐朗之的脸上。徐朗之，你是活腻了吗？这一拳下去可是不轻，把徐朗之的半张脸都打得变形，整个人更是沉入海底深处。可徐朗之却是赶忙游了回来，并且跪在了李牧之面前。李师弟，是我不好，是我鬼迷心窍了，我没有想到这楚风真的能掌控辅助结界阵的力量，所以才没有使用全力，但并不是有意害他，我更不是故意坑害你，你了解我的，我不是那种人。徐朗之仍在辩解，可是不仅李牧之没有正眼看他，就连那些刚刚还帮着徐朗之的几位真传弟子，看他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复杂之中竟也带有一抹鄙夷之色。事已至此，所有人都知道徐朗之的所作所为，他越是解释，越是让人轻看于他。徐朗之，枉我如此相信于你，你滚吧！从今以后，我李牧之没有你这个朋友。李牧之怒斥道：“李师弟，我滚！”徐朗之的还想解释，但李牧之却再度怒喝一声，这声怒喝竟蕴藏杀意，这让徐朗之不敢再做纠缠，赶忙御空而起，逃离了此地。楚风师弟，刚刚是我们对不住你，是我们狗眼看人低了。徐朗之走后，
刚刚帮着徐朗之刁难楚风的那几位真传弟子，便一同走到楚风近前，向楚风认错。对于这几位的认错，楚风早有预料，但出乎楚风意料的是，他们的道歉居然不是敷衍，反而是诚意十足。而更令楚风没想到的是，李牧之竟也走到近前，对楚风施以一礼：“楚风师弟，抱歉了。”李牧之说话之时，同样也是面带惭愧，毕竟他之前也并不相信楚风。楚风并没有与李牧之等人计较，而是开始利用此处的辅助结界阵，布置能够提升自己领悟力的结界阵法。楚风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想要看看能否利用开宗祖师留下的强大阵法，帮助自己破解卧龙魂甲。这楚风师弟的结界之术造诣竟如此之高，整个卧龙武宗的小辈之中，恐怕只有夏言能够胜过他。楚风师弟也真是的，明明结界之术如此厉害，为何之前不对我们展示？若是展示的话，我们也不会小看他了。那几位真传弟子与李牧之和鲁龙都站在一旁，观看楚风布置阵法。而身为龙变三重界灵师的他们，都看得出楚风对结界之术的掌控到达了何种精妙的地步，这是他们所无法触及的层面。如果说他们已是结界之术的天才，那么楚风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天才。对于这一点，他们已是毫不怀疑，因为眼下楚风正在做的事，是他们所有人都无法单独做到的事。他可是战胜过我的人，怎么可能不强？依我看，夏言那最强界灵师的称号也迟早不保。李牧之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得意，他是一个自负之人，败给别人这种事，他其实不愿意让人知道。但楚风的结界之术确实在他之上，如今又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记录，他觉得败给楚风不丢人。楚风阵法布置完毕之后，便踏入其中，准备开始催动阵法的力量，提升自己的领悟力。只是看到楚风准备开始催动阵法后，李牧之等人却是露出紧张的神色。楚风师弟，你这阵法不再改一改吗？李牧之更是直接开口询问起来。他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他们看得出来，楚风这座阵法虽然厉害，可这阵法若是这样运转，可能会受到辅助结界阵的影响，不因别的，只因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实在太强。李师兄莫要担心，我有分寸。但是楚风却微微一笑，随后便双眼紧闭，双手捏出结界法印，真的催动起来。见此一幕，李牧之等人都是为楚风捏了一把汗。直到阵法运转已经有一会，但阵法却依旧稳定后，李牧之等人才松了一口气。不仅松了一口气，李牧之等人看楚风的眼神又有了新的变化，那是在明明已经知道楚风结界之术强悍的情况下，再度对其刮目相看。好强的阵法掌控力，依我看，楚风师弟的结界之术绝对在夏言之上吧？别的我是不知道，但独自一人催动如此强度的阵法，却不布置第二重缓冲阵法，夏言绝对是做不到的。那几位真传弟子更是忍不住发出惊叹，因为他们很了解辅助结界阵，也正因了解，才会震惊楚风正在用一种平时他们认为自寻死路的方式去催动阵法，可偏偏楚风却安然无恙。这感觉就像是人们发现一个漩涡，可那漩涡很恐怖，落入其中就会被撕成粉碎。可是突然有人说这漩涡可以洗澡，并且他跳下去之后竟然真的在里面洗澡一样。如果说之前只是意外楚风的强横，那么此时他们已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因为楚风能做到的事，他们可能这一辈子也无法做到。至于楚风，此时已经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因为楚风已经没有精力去分心听他们说什么。楚风一边催动阵法，一边开始尝试破解卧龙魂甲。而最令楚风欣喜的是，在辅助结界阵的帮助下，楚风的头脑异常清晰，他发现了一些破解的端倪。继续下去，要不了多久，楚风就会找到解开四破之法。楚风变得既兴奋又期待，并且还有一点点小紧张。按照那位神秘高人所说，楚风修为恢复后，继续解开卧龙魂甲，修为就会直接提升。而现在便是验证的时候了。倘若真能如此，那楚风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修为。卧龙武宗除了东龙、西湖、南阙、北玄寺院的领地外，还有许多中立的领地。这些领地有的是任何弟子都可以自由出入，而有的需要有特殊身份的弟子才能出入。眼下在一处只有尊贵弟子才能出入的修炼之地深处，聚集着三道身影，其中两位乃是端木相和端木阳兄弟，而另外一位竟是南阙院的夏冉。此时的夏冉虽然已能够自由行走，但脸色却非常的苍白，显然他的伤势还未痊愈。两位师兄，你们可是卧龙弟子，竟也惧怕那个楚风？夏冉看着端木兄弟，脸上有着些许失望之色。原来夏冉苏醒之后，便受到了南阙院长老的警告，警告他不许再刁难楚风。不仅如此，还让他向楚风认错。夏冉表面答应，可实际上心中并不甘心，于是他便偷偷找到端木兄弟，希望端木兄弟能够帮他教训楚风。这便是端木兄弟故意找楚风麻烦的原因。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楚风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靠山。鲁龙竟为他撑腰，让端木兄弟也是对楚风无可奈何。我们自然不惧怕那楚风，但是鲁龙是谁？他与李牧之可是有着过命的交情，而且我听闻鲁龙已经带着楚风前往李牧之的府邸了，说不定帮助楚风也是李牧之的意思，甚至可能是李凤仙大人的意思。别人我们能得罪，但李牧之和李凤仙大人是什么人，你也很清楚，那是我们不能得罪的人，也得罪不起的人。端木兄弟说道。两位师兄，你们可还记得我姐姐之前对你们嘱咐的事？夏冉问道。夏师弟，你很清楚，我们与楚风无冤无仇，若不是夏言师妹托付让我们关照你，我们也不可能去找那楚风麻烦。先不说他有没有靠山，单单是他能打破独孤凌天大人记录，就已说明此子不简单。这种情况下去与他为敌，明显非明智之举，而我们与他为敌，已是给足了夏言师妹面子。再者说了，你与楚风的恩怨我们已经知晓，本来就是你不对在先。总之这件事我们已是仁至义尽，接下来
我们不会再帮你对付楚风。你若不甘心，就等一等，等夏言师妹出关吧。端木兄弟似乎心意已决，此话说完便直接离开了。没用的东西！端木兄弟走后，夏冉气得咬牙切齿，眼中更是有杀意涌动。自从楚风催动阵法，已经过去2个时辰，足足2个时辰，李牧之等人都没有离去。他们在阵法之外，一边聊天，一边观看楚风修炼。楚风所布置之阵法，明明是一座提升领悟力的阵法，楚风盘坐其中，除了阵法正常运转，就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一切是如此的平常，可以说是没有看点可言。可哪怕如此，却依旧吸引着李牧之等人的目光。忽然，虚空之上的雷鸣变得异常刺耳，就连光华也是有了变化，这引起了李牧之等人的注意，准确来说，引起了整个卧龙武宗的注意。卧龙武宗本就被大劫异象遮盖着，可是此时人们注意到，那异象之中竟又有新的异象出现，耀眼的9色雷霆正在空中盘旋，那威势之强，就如同9指雷霆巨兽，越要将虚空撕裂，越要毁天灭地。就连那原本遮蔽虚空的大劫，在这9色雷霆的出现后，也是变得暗淡无光。这是天极血脉拥有者突破时所引发的异象，是有人要突破了吗？可是怎么今日的异象比平时见到的要强横这么多？不只是强横吧，这威压的感觉简直是要毁灭一切的样子，好可怕的气息！这样的异象必然不是寻常之人引起的，可究竟是谁呢？该不会是左丘兄弟又突破了吧？不可能，他们兄弟2个突破的时间并未过去太久，不可能这么快又突破。况且他们2个之前突破也未能引起如此异象啊！这异象越来越强了，似乎要落下来了。到底是何人所引起？看到虚空之上的异象，李牧之等弟子都在猜想着，同时也更加好奇，这异象究竟是何人所引起的？终于，9天之上的异象劈落而下，可那异象劈落而下后，李牧之等人却是有些慌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异象竟然是冲着他们来的。这该不会……李牧之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因为眼前来看，能够引来异象的就唯有楚风了。虽然明知道天极血脉引发的异象只会对引发者造成冲击，可是这异象太过恐怖，李牧之等人也是纷纷向后退去，躲得远远的。而那异象很快便自9天之上落到了楚风的身上，但异象落下之后，李牧之等人再度大跌眼镜。那恐怖的9色神雷刚刚落在楚风体内，就被楚风吸收掉了。他们都是见过天极血脉者突破的，引发神雷异象只是第一步，要抵挡得住神雷异象，才能真正突破。但还从未见过像楚风这样如此快速解掉9色神雷的。成了，楚风依旧闭着眼睛，但内心却也变得狂喜起来。楚风顺利突破，他的修为已是从6品至尊提升到了7品至尊的地步。这并不是他自己修炼来的，而是那卧龙魂甲给予他的修为，甚至那神雷异象都未能对楚风造成一丝困扰，是卧龙魂甲帮楚风抵消掉了9色神雷的力量。可以说，只要有着卧龙魂甲的在，楚风突破根本无需担忧。他只要解开卧龙魂甲，修为必然会有所突破。虽然解开4魄之后已是成功突破，但楚风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尝试领悟破解方法。只是可惜，当楚风解开4魄之后，楚风感觉这提升领悟力的阵法明显减弱了，并且越来越弱。一番观察之后，楚风发现是辅助结界阵给予的力量消失了。李师兄，为何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减弱了？于是楚风赶忙起身，对李牧之询问起来。减弱？居然真的减弱了？怎么会这样？只是对于这种情况，李牧之显然也不知晓。楚风师弟，你可真够厉害的，刚刚那异象也未免太可怕了一些。看来你的血脉之力与常人也是有所不同啊。但是对此，李牧之并未太过在意，他更在意的乃是楚风刚刚的突破，那声势实在太过骇人了一些。但楚风则是有些不甘心，他又尝试重新布置了一座新的增强领悟力的阵法，可却发现辅助结界阵就像是在拒绝楚风一样，对于楚风的增强领悟力的阵法没有给予帮助。难道辅助结界阵力量消散了？起初李牧之没有在意，但是此时却变得十分紧张。这座辅助结界阵对他们而言非同小可，若是阵法力量真的消散，那可是极大的损失。李师兄，你到阵眼之中催动我这阵法试试。楚风离开阵眼，对李牧之说道。而李牧之虽然不解，但仍是按照楚风说的去试了一下。当李牧之催动阵法之后，这辅助结界阵法的力量竟再度涌入阵法之中，这为何会如此？尝试之后，李牧之等人都将目光投向楚风，他们也意识到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很显然，辅助结界阵的力量还是健在的。再试一下。楚风进入增强领悟力的阵法之中，但是他不催动，而是让李牧之来催动。只是这一次，那辅助结界阵的力量并没有涌入此阵之中。接下来，楚风又尝试了几种不同的方法，最终楚风验证了一个结果，不是辅助结界阵的力量消散了，而是楚风被辅助结界阵针对了。这辅助结界阵不会再给予楚风帮助，准确的说，是不会再增强楚风的领悟力，因为楚风后面有尝试布置其他阵法，那些阵法这辅助结界阵仍是会给予帮助，可唯独楚风所布置的增强领悟力的阵法，辅助结界阵就不会给予帮助。好奇怪，怎么会这样？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啊！对于这种情况，李牧之等人都是十分不解，因为这件事情的确太过诡异了一些。但是楚风心中却是有了一个答案，这很可能是与卧龙魂甲有关，只是其中的具体原因，楚风目前也不知晓。真是奇了怪了，辅助结界阵居然会针对一个人，并且还只是针对提升领悟力的这那份，以前似乎并未发生这样的事情。楚风师弟，你别急，回头我去问问我爷爷，也许他有办法解决。李牧之对楚风说道，他看得出来楚风很需要借助这辅助结界阵的力量，那便多谢李师兄了。对于李牧之的提议，楚风并未拒绝，他的确需要借助辅助结界阵的力量，
李师兄，于婷她现在如何了？楚风问道。其实这是楚风更关心的事情。嘿嘿，我就知道你会问他。你放心吧，于婷她现在好着呢。我爷爷以惩罚她的名义将她留在我们府中，其实是在培养她。如今她正在闭关呢，待她出关，我带她去找你。李牧之说道。真是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们。楚风很是感激，他没有想到李凤仙大人不仅没有惩罚于婷，反而关照起来。而于婷是楚风朋友，李凤仙对他关照，也等于是对楚风关照。楚风是发自内心的感激，毕竟之前楚风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于婷遭受责罚。谢什么谢？楚风师弟，之前咱们彼此不了解，有些误会也正常，但是现在我们也算是朋友了。我李牧之在这卧龙武宗内还有一些名声，若是有谁敢再刁难你，你就报我的名号，就说你是我李牧之的兄弟。若是谁敢不服，我李牧之去找他们讨要说法。李牧之拍着胸脯说道。李师兄，一切都在心里了，若是李师兄日后有需要，敬请开口，凡是楚风能力之内，楚风绝不推脱。楚风回道。楚风师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对了，楚风师弟，我卧龙武宗除了这里之外，还有5座辅助结界阵，有1座是在宗主大人的领地内，而另外3座也都是私人领地之中。你想进去可能都有些麻烦，但还有1座是在卧龙武技阁之内，并且那里诸多前辈亲自布置的提升领悟力的阵法，你可以去那里试一试，看看在那里辅助结界阵的力量是否还会针对你。李牧之对楚风说道。好，其实楚风也正有此意，毕竟楚风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开卧龙魂甲。随后李牧之、鲁龙以及另外4位真传弟子都是与楚风一同前往了卧龙武技阁。卧龙武技阁是卧龙武宗的弟子们修炼武技的地方，但是卧龙武技阁分为3层，第1层内的武技是所有弟子都可以修炼的，但是第2层只有真传弟子和卧龙弟子可以踏入，至于第3层便只有卧龙弟子可以踏入。不过那座辅助结界阵就在第1层，所以楚风也是可以进入修炼的。虽然经过李牧之等人的讲述，楚风对于这卧龙武技阁已经了解，可是当真的来到卧龙武技阁之前，楚风还是觉得他低估了这卧龙武技阁。卧龙武技阁位于一座山峰顶端，周围没有其他山脉，就只有一座笔直的山峰，如通天高塔，立于丛林之中，穿过云层，云层内有阵法，以楚风的结界之术，竟无法看穿云层，除非攀登到山峰之巅，否则也是看不到那卧龙武技阁的真面目。而山峰周围还有威压，不可御空而行，只能通过围绕着山峰的阶梯攀登。若是对于寻常人而言，攀登这么高的山峰自然是一件辛苦的事，可是对于楚风等人来说，攀登这样的山峰简直太过轻松，甚至只用1瞬间就能够从山峰之下攀登到山峰之巅。但是那山峰上的往来行者都没有快步前行的，而是正常行走。经过李牧之的讲述，楚风得知之所以没有快步行走，这是出于对这卧龙武技阁的敬畏与尊重。楚风等人也只能如此，虽然这样耽误了一些时间，可是此地给予楚风的氛围还是很好的。攀登的途中明明行人众多，却没有人敢大声喧哗，哪怕是有人看到李牧之等人，也只是施以一礼，微微点头，而没有说话。在这里除了脚步声，几乎很少听到有人交谈，哪怕交谈也是非常小的声音。之所以会如此，不用旁人解释，楚风也知道，这是卧龙武宗弟子给予此处的尊重。毕竟武技阁也可以说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同样这也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不过不可避免的，楚风和李牧之等人同行，一路上还是吸引了不少目光。虽然他们没有说话，可看他们的神色，楚风也知道，很多人以暗中传音的方式相互讨论着楚风，甚至过了一会，还有人开始以暗中传音的方式与楚风打招呼，问楚风是不是就是那个打破独孤凌天大人记录的新人弟子。很显然，楚风的名声已经越来越大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整个卧龙武宗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可能是因为李牧之在的缘故，楚风收到的暗中传音以及众人投来的目光也都是善意的，没有敌意。这是楚风第一次感受到卧龙武宗这和谐的一面。而来到山峰顶端，浮现于眼前的也并非宫殿，而是一座巨大的结界门。结界门高达万米，虽然没有任何装饰，但它立于这样的山峰之巅，也是十分的壮观。而结界门磅礴竖立的石碑上的5个大字，也是说明了此处正是卧龙武技阁。穿过结界门，楚风等人便进入了真正的卧龙武技阁。只是进入之后，浮现在眼前的更像是一个新的世界，太大了，真的太大了。进入结界门，率先映入楚风眼帘的乃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风阵阵，海浪滔天，大海无边无际，一眼看不到头。而这正是卧龙武技阁，而楚风能够感受到辅助结界阵就位于那海水之中。换句话说，卧龙武技阁中心的海洋就是辅助结界阵，而在辅助结界阵的中心，还有着一道肉眼可见的阶梯，那阶梯直入青天，乃是通往着卧龙武技阁的第2层。在这海面之上，还漂浮着一颗颗巨大的荧光。之所以说巨大，因为它的光芒如萤火虫的光芒一般，可是它的体积却很大，有西瓜那么大，就像是具有生命一样漂浮着。而这些光芒体便是武技、功法，也可能是秘技。这里的武技竟如此之多，楚风忍不住在内心发出感叹。这海洋无边无际，可是飘在楚风眼前的武技已是有着不少。那这整个卧龙武技阁内将有着多少种武技？似是感受到了楚风的想法，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这说话的乃是鲁龙。其实很多武技都是重复的，但卧龙武技阁的武技的确很多。不过第1层的武技最强的也就是4段尊境，这里的武技对你而言应该没用，你抓紧提升到真传弟子就可以进入第2层。第2层有5段尊境和6段尊境，对于现在的你而言可就很有用了。鲁龙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楚风说道：“鲁师兄，
真传弟子与卧龙弟子只限小辈，若是100岁以内未能成为真传弟子，要如何进入第2层？楚风心有好奇，于是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询问起来，也是可以进入的，但是要凭借修为，1品5尊可以踏入第2层，3品5尊可以踏入第3层。鲁龙回复道：“原来如此。”楚风点了点头，虽然在交谈，可是却也一直在赶路。转眼间，楚风等人已是来到了辅助结界阵的深处，在这里有着好多座可以提升领悟力的阵法，是由卧龙武宗的先辈们布置，专门用来给弟子们提升领悟力，以方便更快的修炼武技。不过强横的阵法都已经被人占据，所以楚风干脆自己动手，自己布置了一座增强领悟力的阵法。楚风踏入其中，发现此处的辅助结界阵不再针对自己，只是可惜此处的辅助结界阵力量比之李凤仙爷爷领地那座确实差了许多。但楚风还是专心修炼，尝试了一番，只是如楚风所料，此处的辅助结界阵无法支撑自己破解卧龙魂甲。眼见无果，楚风也没有继续坚持，而是起身准备离开。他已经知道北玄院内还有一座辅助结界阵，而那座辅助结界阵是在北玄院主事长老的领地内。北玄院主事长老对楚风也是不错，楚风觉得他若提出借用辅助结界阵修炼，主事长老应该会同意。只是楚风起身之后，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李牧之和鲁龙等人不在此处，与他们同行的几人之中，只有一名女弟子还在。这名女子名为赵师，这赵师有着7品至尊的修为，她不仅是真传弟子，还掌握着龙变3重的结界之术。虽然之前她也曾帮着徐朗之羞辱过楚风，但是后面当楚风成功炼制出宝物后，曾发自内心的向楚风道歉，并且在那之后又曾多次与楚风道歉，所以楚风对他的印象倒也是好转了一些。虽说他也是欺软怕硬之辈，但却并非不知悔改之人。而楚风之所以察觉到情况不对，是因为此时虽然李牧之等人不在，但却有着10几个人就站在楚风布置的阵法之外，目光锁定在楚风的身上，那个架势就像是在等待着楚风一样，并且目光颇为不善。这10几人不仅都是东龙院的弟子，他们还都是真传弟子。楚风师弟、李牧之师弟和鲁龙师兄他们有些事情去了第2层，但是他们有说过马上就回来。见楚风停止修炼，那赵师赶忙开口，并且不是暗中传音，而是直接说出来的。他是故意的，故意提出李牧之和鲁龙的名字，是想让人知道楚风是与李牧之他们一起来的，想让人知道楚风是由李牧之和鲁龙撑腰的。这些话自然是说给那些来者不善的真传弟子说的。当光明正大说出这句话后，又有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这暗中传音同样是来自赵师、楚风师弟，这些人都是真传弟子。那个左脸有一片胎记的，名为南宫羽流，他曾经也是卧龙弟子，后被李师弟击败后成为了真传弟子，乃是现如今众多真传弟子之中最强的一位。自从被李师弟击败后，他就一直在闭关，曾扬言不提升境界不出关，如今很可能也踏入了9品至尊境，并且他的奶奶南宫春月大人乃是我卧龙武宗的卧龙长老之一。总之这南宫羽流无论是个人的实力还是身后的背景，都丝毫不弱于李师弟。我看他来者不善，不仅仅是冲李师弟而来，很可能是也是冲你而来。等一下，他若说出难听的话，你莫要顶撞，等李牧之师弟他们回来，由他们来对付这南宫羽流。赵师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楚风进行提醒，你就是那个北玄院的楚风，听说你很厉害，连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都被你打破了，不过就是不知道你是真的凭本事，还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果不其然，那南宫羽流开口了，这一开口就是满嘴的阴阳怪气，似乎察觉到有好戏可看，周围聚集的弟子也是越来越多。有事吗？楚风凝声问道。我听说我东龙院长老邀请你，被你拒绝了，一心非要去北玄院，怎么？你是看不起我东龙院吗？还是说你知道你自己没有真材实料，所以不敢来我东龙院？南宫羽流问道。这位师兄，你我无冤无仇，何必找我麻烦？我楚风今日心情不错，还请这位师兄也不要找我麻烦。楚风说道。我找你麻烦，谁能听得出来我在找你麻烦？你听出来了吗？你们听出来了吗？那南宫羽流看向身旁的那些真传弟子，南宫师兄，你只是正常问候，没有丝毫不对之处。依我看，此子小肚鸡肠，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太可恶了。南宫师兄一番善意，他怎能如此曲解？南宫师兄，这种人应该好好教训一下他，如若不然，定会辱没了我卧龙武宗的名声。南宫羽流身旁的真传弟子心领神会，一个个的立刻将脏水泼向了楚风。你刚刚说什么？是说我要找你麻烦？那我倒是想问问，我找你麻烦，你能怎样？南宫羽流眯着眼睛看向楚风，与此同时，他身后的真传弟子也是纷纷动身，呈包围之势将楚风围了起来。对于这种形势，楚风早有预料，于是冷然一笑，见楚风居然不慌，反而笑了起来。南宫羽流很是不爽，不由问道：你笑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你们一件事。楚风说道。哦，提醒我们？那我倒是要听听，你能提醒我什么？此时不仅南宫羽流面带嘲讽，他的那些后腿子更是直接发出笑声。至于楚风也笑了。我想提醒你们，别给脸不要，